小扣，我现在人来到了京都，在10月2号新开幕的任天堂博物馆。那说到任天堂的游戏，算是陪伴我度过童年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不管你是几岁，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1-2个任天堂的游戏。所以这支影片就是要完整开箱我背后的任天堂博物馆，也会跟大家介绍交通，还有怎么买票，以及入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大家，我现在已经进来博物馆了。其实光是进来广场就有非常多的巧思来一一跟大家介绍。首先呢，在馆外就有提供置物柜，可以让你放你的大行李。像是那个置物柜一格一格的柜门，因为形状就跟 Game Boy 的卡带一样，所以可以发现有几个柜门上印有 Game Boy 的卡带图样。第二个就是每个人进来都会有专属的自己的入馆证，这个入馆证设计的超级可爱，上面就是一个马里奥的图案，而且还会印着你的名字还有你的入馆日期，而且它是可以带回家做纪念。如果说你有 Wii， 你也可以事先登录，那你的图案就不会是马里奥，而是 Wii 的图案。一进来广场，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拍照地点，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超级马里奥里面的水管、砖块还有蘑菇，这边是必拍的景点之一。再往里面走一点，你还可以发现马里奥在抵达终点的时候，不是会跳过一个旗杆吗？那个终点旗杆也在后面的地方可以合照。还有一个点就是，虽然大家应该看不太到，如果你从高空往下看的话，你可以发现整个任天堂的博物馆是设计成一个问号的砖块，它的广场是蘑菇形状的地砖，这个到底谁看得到？没有空拍机看不到在你要进馆之前，如果下雨的话，你可以置放伞架，然后那个伞架是设计成 Game Boy 造型的，总共有4个颜色。如果你口渴的话，馆内也有设置自动贩卖机，那个贩卖机是设计成卡比造型的。还有一个亮点，为了纪念任天堂博物馆建成，馆内有一个皮卡丘造型的限定的人孔盖，大家也一定要去拍照。才刚进馆就发现这么多亮点，实在是大家看点看不完。我现在进来馆内了，大家进来馆内的时候会看到门口排了一排奇诺比奥，大家记得去跟他拍照，也记得去摸他的头。每一只奇诺比奥的声音都不一样，那如果你同时拍他们的头的话，他们就会合唱。任天堂博物馆最重要、最人气的一个区域，一定就是它的游戏区。进去的时候，会先让你到2楼的历史展示区，那个空间是展示了任天堂游戏从以前到现在所发售的所有的主机游戏，还会介绍他们的一些历史变迁。那逛完2楼的展示区之后，下到1楼就是博物馆最人气的体验展示区了。先说体验展示区是可以拍照的，这个展示区总共有8个游戏可以玩。首先，大家在入馆的时候领到的那个入馆证里面会有这个体验展示区需要用到的金币，那每个人都会被分配到10颗金币，这个10颗金币你可以拿来玩游戏。那这8个游戏，每一个游戏所需要花费的金币是不一样的，你只有10颗金币嘛，基本上你是不可能一天玩完的，因为8个游戏都玩一次需要是15颗金币，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任天堂有点小邪恶的地方，他希望你来不止一次。如果你是时间有限的人，我私心推荐你2个游戏，一个就是100人1手的歌牌游戏，它是既好拍又好玩，然后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游戏。因为任天堂它其实以前是做花牌、扑克牌起家的，算是结合了他们历史原点的一个游戏。那它实际要怎么玩呢？所谓100人1手会有100首的和歌，它会分上句跟下句。当司仪念出上句的时候，就要马上去抢下句的歌牌。
那这个体验展示区会发给每个人一个装置，装置里面会显示出上句，下句就会分散在地板上，你就要马上去找到下句，拍照点它，你就可以得分。速度越快，你的分数就会越高。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下句它会显示图案给你，你就只要照着装置上面浮现的图案去找就好了。再来另外一个推荐的游戏就是打棒球。以前任天堂曾经出过一款家庭用的发球机，这个游戏就是复刻了他们以前的商品，会有6间小房间，每一间房间的布置装饰都不一样，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房间进去。它会有球棒，就看你打中几颗，它还会帮你计算你的分数。那如果你打中特定的装置，它还会多送你几颗球。还有一间6号房是专门设计给左撇子所使用，我觉得这一点蛮贴心的。其他比较热门的游戏还有射击游戏，有2把枪可以让你选，大家一起射击墙面上的马里欧世界里的角色，最后还会公布说是哪3个人得分最高。还有一个空间里面放了非常多的游戏主机，在限时的6分钟以内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要玩的游戏，你玩失败了可以再重新再玩一次，那你也可以切换到别的游戏玩。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蛮适合拍照的，就是有一个巨大遥控器的游戏空间，它有非常多款的游戏主机可以选择，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基本上是要2个人才可以玩，因为它的遥控器非常的大。当然你1个人玩也是可以，但像我这种手短脚短的人，就是不太可能1个人玩。最后跟大家补充，如果你想要看你目前还剩几颗金币，场内是有设置机台，是可以让你随时查看你现在还剩几颗金币。金币是只要你离开博物馆大门，它就会消失，是没有办法累计到下一次你入馆来使用的，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任天堂博物馆除了有体验展示区可以玩游戏以外，他们还有工作坊可以让大家体验。那可以体验的活动有2个，一个呢就是花牌对战。其实花牌就有一点像是扑克牌，在这个工作坊里面会简单的教你花牌的游戏规则，就算不懂日文的人，他也有提供英文版的可以玩。如果说你1个人的话，可能就是搭配另外一个也是1个人来的客人，不然就是工作人员也可以陪你玩。体验的话，1个人是500日币，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另外一个也可以体验的活动就是手作花牌。任天堂他们的起源其实是做扑克牌、花牌起家。虽然说现在的花牌都是由机器生产制作，可是在100多年前呢，花牌其实是由职人一张一张手作生产出来。所以在这个工作坊，你可以实际模拟体验看看当时的制作过程。手作花牌其实也蛮简单的，它会教你步骤，桌上也都会帮你准备所有的绘画工具，依序帮你的花牌上色，帮花牌4角都包上了黑框之后，最后你就可以带回家做纪念的。1个人是2000日币，有一点贵，然后体验时间也偏长，将近1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可能要抓一下时间比较好。准备来商店大开杀戒。
我刚刚已经购物完毕了，去餐厅的时候再开箱给大家看。饿了一整天，我现在最后一站来到他们的餐厅，我点的是他们的客制化汉堡。任天堂博物馆的餐厅主食主要就是汉堡而已，他们的汉堡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是客制化，像是它的汉堡皮到里面的主料，甚至连酱汁，你全部都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配料。你一进餐厅，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组 QR code， 扫那个 QR code 之后，就直接用手机来点餐。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要选择全部客制化的汉堡，这样的套组是2100日币。像汉堡皮，你就可以选3种颜色，有红色或者是黑色。再来呢，就进到主食的部分，他们的配料很多都是选用京都风味的食材，像是除了基本的牛肉，你还可以选择寿喜烧或者是炸鸡，还有西京烧。如果你是吃素的话，这间餐厅有提供蛋奶素的选择。配料的话也是有很多京都的元素，像我选择的是半熟蛋、9条葱，最后一个是紫苏渍物。最后一个步骤就是选择你的酱汁，它连酱汁也都非常的特别。酱汁的话，我选的是基本的寿喜烧酱汁，还要选择一个配料。那我配料选的有点像是地瓜球的感觉，不知道吃起来怎样。全部选完之后送出，再去结账，工作人员就会把你的餐点送来了。那如果全部客制化对你来说有点苦恼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从原有的汉堡去改造。如果你懒得选择的话，它也有提供订番的选择。那价格的话，好像会便宜一点点。以前这里其实是任天堂的小仓工厂，但后来工厂搬迁到新的地址去了之后，那些以前在工厂使用过的货柜或者是砧板就直接沿用下来，重复利用。所以你来餐厅也可以看到那些具有历史痕迹的摆设哦。接下来来开箱我在任天堂博物馆的商店买的东西。我第一样商品买的是透明玻璃杯。第二样我买的是超级马里奥的小贴纸系列，这包的话就有60张，背后可以看这个贴纸的图案大概是哪几样。那它的风格是我最喜欢的年代的马里奥。第3样跟第4样我买的是一个是吊饰，一个是磁铁。磁铁的话总共有8种图案，好紧张哦，不知道会抽到哪一个。我抽到了 Switch 耶，还不错。但老实说，硬要选的话，我好像比较想要马里奥或者是花牌耶，很有收藏价值。下一样也是抽抽乐，7种随机抽出1种。好，来猜猜看。3DS， 这个做的超精致的啦！这个 3DS 的游戏主机啊，可以这样合上，怎么办？我还想要再去商店包一个。以上4样就是我买的商品，其中一个遗珠之憾就是我很想要买他们的主机抱枕，但是我后来克制住了。如果真的要挑的话，我应该想要买 Wii 的抱枕，因为那个抱起来摸起来超级舒服，看到超多人抱着一个抱枕去结账。如果你有买的话，欢迎留言跟我说你买什么。这个商店在逛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商品背后有任天堂博物馆灰色的 logo 的话，代表是只有这里才买得到的博物馆限定商品。像我买的
杯子啦、钥匙圈或者是磁铁都是博物馆限定的。不过这个贴纸呢，背面的图案就是红色的 logo， 代表说这个商品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也买得到。我这样逛下来，应该7-8成以上都是限定的商品，比较多的都是游戏主机延伸的周边商品哦。还有一个我自己蛮想买，它有一个各个游戏主机的徽章，那个徽章做得很漂亮，现场看真的超级精致的，那个不是抽选的。还有卖什么商品就留给大家慢慢的来现场探索咯。我现在已经玩完了任天堂博物馆全部的地方，准备离馆了。最后来跟大家补充一下交通部分，大家可以搭到 JR 小仓站，或者是从京都转搭近铁线，一样是到小仓站，走路大概4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任天堂博物馆。再来就是禁止摄影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里面都是可以拍照的，像是最主要的体验展示区啦，或者是工作坊，或者是商店，除了2楼的历史展示区是不能够拍照以外，其他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拍照，而且工作人员也都会非常乐意帮你拍照。最后就是你要怎么买票呢？任天堂博物馆的票从3个月前就会开放订票，例如现在是10月嘛，现在已经开放1月的抽选，你抽选的下个月份1号，它就会公布你有没有抽中。那在当月中旬就会再次开放抢票，这时候就是先抢先赢。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有抽到的，后来我就是看到有释出名额，我就马上买了2天份的票，所以代表大家都有2次的机会可以预约到票。官网有做日文跟英文版本，所以海外的游客也可以同时在网络上进行抽签跟购买。任天堂博物馆在入场管制做得非常的严格，它是真的会要你出示本人的证件，提供给大家参考，这一部分要多留意一下。最后这一支影片也到尾声啦，希望这一支攻略影片可以帮助到未来想要来任天堂博物馆玩的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订阅频道，也别忘了按赞跟帮我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